孟加拉的一架中国产的歼七战斗机啊，撞进了达卡的学校，死伤惨重。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新语。今天我们聊聊在孟加拉国啊一起非常令人痛心的空难刚刚发生的。这事儿呢，就是在昨天啊，一架孟加拉空军的训练机，就是那个叫做 FT-7BGI 的教练战斗机，在达卡市中心附近啊，直接就掉下来了，砸到了一个名叫 Milestone 的学院里边儿。那事件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正是当地时间大概下午1点18分左右啊。特别不幸的是呢，当时学校的孩子们还在上课。你想想这个场景，一架战斗机啊，轰隆一声，直接就砸到教学楼里了。那这个能不惨吗？这是我做的一个模拟的一个视频啊。根据最新的消息啊，这次事故呢，至少造成了27个人死亡。那更让人揪心的是呢，这27个人里头啊，有25个都是小孩子。除了这些遇难的，还有171个人受伤，大部分都是烧伤啊，而且呢25个伤员挺危急的。所以这个飞机砸下去之后啊，肯定还引发了火灾嘛，所以现场是一片狼藉。从报道里边看啊，飞机当时是撞到了学校这个一个教学楼的主入口啊，直接从一面就穿进去，从另一面又穿出来，而且呢，在撞击主楼之前啊，它还刮擦到了一个7层楼高的这个教学楼的屋顶，然后就直接撞进了这个我们图上的这个2层楼的建筑。这个图啊是我自己找到的，我看很多媒体报道的标的位置其实都标错了啊，我是根据监控视频在达卡市完全找到这个地方。这个里边啊，当时有100多个中小学生，有3个独立的幼儿园啊，就是到3年级的这个教学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飞机撞击的地方呢，还留下一个大窟窿，然后就着火了。所以大家能想象到，就是现在这事故现场啊，就是非常混乱啊，到处都是尖叫声、哭喊声。有一个大学生说呀，说当时空中的飞着2架战斗机，其中一架呢直接就掉进了他们小学英语课的教室区域。他还说呢，听到了咣的一声巨响，感觉就跟地震一样，然后就全是火了啊。所以这个描述还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这是远处监控的一个视频啊，或者手机拍的。那么这架出事的飞机啊，型号是 FT-7BGI 啊，它是中国制造的。具体来说呢，就是中航工业成飞啊生产的成都飞机制造厂。F7BGI 啊是歼七系列里边一个比较新的改进型号，大概是在2012年到2013年交付给孟加拉的。那虽然是比较新的这个批次啊，但是它本身的技术基础呢，实际上还是上个世纪那种老式战斗机，也就是苏联米格21的这种仿制的改进版啊。出事的时候啊，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叫图吉尔伊斯兰的中尉啊，这么一个飞行员。那更让人就是说难过的是呢，这竟然是他第一次单独飞行任务。啊，报道说呀，飞机起飞后没多久就遇到了机械故障，然后飞机就失去响应了，就失速了。飞行员呢根本控制不住，地面指挥啊说当时让他跳伞，因为飞机高度太低了，根本就没法弹射。最后呢，他还是想把飞机啊往开阔地方引，没成功。最后呢，也跟着飞机一起遇难了。啊，据说当时啊被发现的时候说还有心跳，然后送到医院，啊就没抢救过来。那这个事儿一出来啊，孟加拉国呢就立刻宣布7月22号全国哀悼一天，啊，国旗也降半旗了啊。现在临时政府啊的首席顾问叫尤努斯啊，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教授，也发表了这个声明哀悼啊，承诺呢会调查清楚。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官员啊和政党领导人呢都去医院去看伤员去了。那么连第二天的高考会考也都推迟了，全国推迟了。大家知道孟加拉啊，实际上是有一个传统运动的，是板球，所以孟加拉的一个知名的板球运动员，包括巴基斯坦的，也发文啊对这事表示哀悼啊。那既然我们提到这个机械故障哈，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像歼七这种单发呀，这种喷气战斗机啊，最大问题可能就是发动机，是吧？这种飞机来说，最致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飞机发动机毛病。你看啊，它就一个发动机，就是唯一的动力源出了问题，突然停了、着火了、零件坏了，飞机就完全失去动力了。所以飞行员可能会试着重新启动啊，或者滑翔降落。但如果是在高速飞行，特别是在低空的时候，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这个双发的飞机不一样啊，双发即使坏了一个，还能另一个继续飞。所以对于 FT-7BGI 这种训练机来说呀，
发动机故障是最有可能的，也是最灾难性的失事原因。当然啊，飞行员在低空的时候应对这种故障的能力以及飞机的日常维护保养啊，也是能避免这个事故的关键。那显然孟加拉它不具备啊。那么聊完这事故啊，我们再看看这架飞机的身世啊。歼七啊，就是北约给它代号叫鱼罐头，它是中国仿制苏联米格21战斗机的，所以外形和很多设计啊都跟米格21很像。它主要设计出来是作为近距离空战的格斗的，一般都挂着这个红外制导的这个空空导弹，当然也能做一些追地支援的任务。中国和苏联啊是在1962年就签署了米格21的这个技术转让协议。据说呢，当时虽然套件、零件、成品飞机相关资料都给了，但是呢，设计图纸不完善，所以呢，中国的工程师呢又自己去逆向工程，一点点拆开研究，自己画图。所以呢，虽然歼七和米格21看起来很像，但是它的液压系统、机内的油箱布局啊这些细节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歼七的国产化很早，1964年就开始了，在沈飞，但是中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波折，特别是文革期间啊，这个生产就耽误了。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歼七才开始大规模生产，成飞。后来又出了很多的改进型号，那武器航电啊，包括机翼设计什么的，这些都一直在升级。那歼七啊，主要是在空军里边啊，这个出口产品啊，在国外呢，像巴基斯坦空军是歼七的这个最大用户。通过搞歼七啊，中国还积累了不少外贸经验，后来又搞出来歼八这样的下一代飞机。很多国家像津巴布韦啊、坦桑尼亚、斯里兰卡都用它来执行这个攻击任务啊。歼七的生产线呢是在2013年就停了，最后交付的就是给孟加拉空军的那16架的歼七 BDI，就现在，所以现在出口市场啊已经升级到歼17，就是枭龙啊、歼10啊、歼35A 这些新的出口型号。但是呢，中国空军呢是在2023年就把所有的歼七全部退役了。但是不少外国的客户啊，就空军手里边还有大量的歼七在服役。那么虽然歼七已经停产了，中国也退役了，但是呢，在全球不少国家呀都在用。我们简单列举一下，就是孟加拉空军，他们是歼七 BDI 的最新用户之一。在2023年的时候啊，他们有36架的歼七战斗机和11架的歼七教练机啊在服役。所以这次出事呢，就是他们2012年到2013年采购的 F-7BDI 里边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伊朗、缅甸、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巴基斯坦、苏丹、斯里兰卡、什么津巴布韦，还有朝鲜空军啊在服役。这朝鲜空军这个还是比较吓人的。说2012年有个统计啊，说他们有180架歼七在服役。那当然更吓人的是，这些飞机啊，适航率不到50%，就是有一半飞机在趴窝，飞不起来，还是比较糟糕的啊。所以基本上都是亚非拉穷兄弟们在用。歼七呢，算是全球的这个老兵，很多国家在用，说明它确实便宜啊，可能好维护。对于那些国防预算有限啊，就穷但有点空中力量这些国家来说呢，曾经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像孟加拉这一次的悲剧啊，还有朝鲜空军歼七的适航率这么低，包括伊朗，都给这些国家就敲响警钟什么的。歼七啊，它还是太老了，老设计，时间一长，维护起来就更麻烦，可靠性就会下降。那么前面提到啊，学生啊就是呼吁要换掉这些老旧报废飞机。但是你看看这回坠毁的这个 F-7BDI 啊，其实是歼七系列里边比较新的批次，是2012年到2013年才交付的。所以啊，问题可能不是机龄老旧，而是飞机技术本身就比较落后了，它是2代机的水平嘛。那孟加拉为什么不买这更先进的飞机呢？答案很简单，就没钱呗，是吧？我们假如说啊，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 F-35A，我们举个例子，假如美国要卖哈，F-35A 单价大概是8100万到8200万美元左右，这是给盟友的啊，加上维护啥的，就是1个亿美元妥妥的，那就是7个小目标。而歼七啊，大概外销的时候也就是几百万美元，我觉得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再看孟加拉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啊，根据2023年的这个数据啊，孟加拉 GDP 大概是4800亿美元左右，所以孟加拉的国防预算
一般只占 GDP 的1.5%，也就是70亿美元。所以你看，就算美国卖，他也真心买不起。你更何况呢，摸都不让你摸，别说卖了。所以对孟加拉来说呀，歼七这样的飞机更多的是用来执行国内的任务和评判，是吧？进行一些基础的国土防空训练等等，有这个东西就行。如果真要面对像印度、泰国这样有更先进空军的这种邻国呀，它就是不够看的。泰国都有 F-16呢啊。所以在国际纠纷里边，像歼七这样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啊，缺乏这种超视距的作战能力，隐身性也没有，电子战能力也弱，载弹量和航程都有限，所以真要打仗，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学生们呼吁啊，换更好的飞机。现实是什么呢？孟加拉这样的国家，目前的主力战斗机是歼七和米格29，所以军事现代化那是心有余力不足，他们只能选择像歼七啊、枭龙啊这些更经济实惠的飞机，但现在应该还没有枭龙，说有个意思啊，或者呢对现代的飞机进行升级，想一步到位啊，最贵的那不可能。所以这次孟加拉的这个坠机事件啊，再次看到了这种飞机失事对地面的巨大破坏，特别是飞机失控在高速度、高能量状态下撞击地面，再加上燃油爆炸起来的这个火，后果是不堪设想。那么在历史上这样的悲剧是不少见的，最典型的就是911事件啊，2001年吧，这是最极端、最令人发指的例子。同分子呢劫持民航客机，故意撞上了美国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直接导致了3000人死亡啊，是航空器被用作武器啊，给地面造成最大规模损失的典型案例。这个事件也彻底改变了全球的这个安全格局。那第二个呢是乌克兰利沃夫的航展事故，那是2002年。这个事故啊发生在一个空军基地举办航空表演的时候，一架乌克兰空军的苏-7战斗机在进行特技飞行，突然失控，撞向了观众，然后爆炸。这次事故呢，造成了77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这历史上最严重的航展事故。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呢，就算是飞机表演飞行，也是有巨大风险的。所以远远的看观众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印度航空 AI171的这个班机事故啊，和这个案例是非常类似的，也是撞击了机场附近的医学院，造成了地面19人死亡，飞机上还有270多人遇难。所以这些案例啊，都是血淋淋的啊。它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所以一旦失去控制啊，这个高速和携带的这种燃料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当他们不幸坠落到了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居民楼，往往会导致极其惨烈的这个地面伤亡，给当地市区呢也带来难以愈合的这种伤亡。那最后我们说说这个孟加拉的证据啊，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啊，如果不是空难，根本就不会被世界关注的。孟加拉国目前它的临时政府首席顾问也就是临时总理，就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叫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尤努斯教授是在去年8月，在孟加拉前总理就是谢赫·哈西纳因为大规模学生抗议而辞职后就出逃了，所以他临危受命组建了临时政府那么他就是那个小额贷款吧，很出名的他是当时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这次坠机事故发生之后他也在脸书上发帖表示哀悼。所以这个航空安全没有小事，每一次事故都是惨痛的教训。那么祝大家平安，再会，拜拜。